2000档的性能机要怎么选啊？是9400E、8S 震4这类的次旗舰芯，专事专办更强悍，还是8震3上代旗舰芯宝到位了？本期视频呢，我们集齐3种芯片、3款手机，分别是骁龙8震3的 iQOO Neo10、天玑9400E 的1加 S5竞速版，还有骁龙8S 震4的红米 Turbo Boost Pro， 看看买新不买旧这条定理是否依然成立。咱们先来看设计啊，红米 Turbo Boost Pro 和1加 S5竞速版的设计是很相似的，都是这种长圆形的摄像头模组，而且呢很默契，都出了黑白绿3种配色，正好我们手里呢是一黑一白，再加上特点最鲜明的 iQOO Neo10，你们会更喜欢哪个？红米 Turbo Boost Pro 呢用了金属中框和玻璃背板，它的质感就会更好，那重量上就会稍微坠手一点。iQOO 呢也是玻璃背板，但是稍微有点塑料，这是可以说的吗？一加是里面最轻的，只有200克，长时间打游戏呢手感上就会更轻松一些。开胃菜也说完了，下面咱们正式的进入测试环节。跑分表现上 ，iQOO 是210万加，一加呢是214万加，红米是202万加，暂时是一加领先。然后来看游戏数据，半小时王者荣耀 iQOO 帧率121.9最高，但是呢它是把上限拔到了123，多少就有点为了数据小作弊的感觉。那其他几项呢和一加都保持了差不多的水准，红米的劣势就太明显了，每项都是最差的。来到和平精英帧率表现最好的依然是 iQOO 的119.8，但是呢，一加的其他几项表现就会更好，尤其是1% low 帧92.5，比第2名的 iQOO 高了10几帧。至于红米呢，依然垫底，而且真不是咱们黑它，就是在吃鸡里边看到这么跌宕起伏的曲线，也真是挺难得的。下面呢就到游戏界的性能安检员原神，半小时测试里面 iQOO 和一加是基本打平的， iQOO 的平均帧率、功耗和温控表现会更好，但是呢耗电就会稍高一点。一加是1%的 low 帧58.5，依然是断层优势，耗电也更少。那至于红米依然是稳定垫底。再到2小时原神，更极致的性能压榨让一加的优势就会更明确。1% low 帧、功耗和耗电的数据都是大幅的优势领先，尤其是这个1%的 low 帧啊，57.1的数据几乎是后面的2倍了，已经可以和更高档位的性能旗舰来掰掰手腕了。iQOO 的优势呢，保持在平均帧率和温控，但是耗电也还是它的劣势。至于这个红米，我觉得好像也没什么可说的了，是吧？光看这个曲线就已经非常抽象了。总的来说呢，这3款手机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iQOO 呢是冲更高的平均帧率，还有更好的温度控制。一加的平均帧率和 iQOO 是差不多的，但是优势在于1%的 low 帧会更高。红米的这个优势在于，它就没有什么优势，是吧？我们总结的时候特别方便。纸面的数据看完了，那下面咱们再来说说用这几部手机打游戏的体感。和数据表现差不多啊，红米是全方位的垮了，王者和吃鸡呢偶尔会有小卡顿。原神是在20分钟以后开始大幅的锁帧降频，开始有明显的卡顿感，而且它的发热实在是非常严重，机身温度可以飙到50，然后再加上它的这个金属中框啊，持机手感就太难受了。一加和 iQOO 呢，在纸面数据上各有优势，但是体感方面还是一加会更胜一筹。虽然 iQOO 的平均帧率会更高，但是一加的1% low 帧数据说明了它会更稳定，流畅性上呢也的确是表现更好。而且一加呢，它用的是新天马屏，比 iQOO 的老批次的维信诺呢，视觉效果也会更舒服一些。那除了游戏以外啊，日常使用当中它的耗电表现怎么样呢？这里面 iQOO 电池最小6100毫安时，一加中间7100毫安时，最大的就是红米7550毫安时。2个小时续航测试下来，一加和红米的剩余电量都是89%，耗电分布呢也差不多，但是一加的电池更小。这么看来的话，一加的日常功耗控制会更出色一些。iQOO 的小电池确实是不怎么占便宜，最后呢剩余84%。不过好在 iQOO 用的是120瓦的快充啊，只要40分钟就能充满。那对于80瓦的一加还有90瓦的红米来说，确实是快了不少。那接下来呢，咱们再看看这3款手机的其他配置啊，毕竟咱们买手机也不是只用来打游戏，对吧？各位选购的时候呢，也可以综合的来参考一下。iQOO 和红米采用的是 LPDDR5X 加上 UFS 4.1，最高规格呢都到了16加 1TB， 方便大存储需求的用户选择。一加是 LPDDR5X 加上 UFS 4.0， 暂时呢没有 1TB 的选择。
系统方面 ，iQOO 搭载 Orange OS 5，一加 Color OS 15，红米澎湃 OS 2.0，每家都是各有特色。比如这个橘子的无缝存图 ，Color OS 的欧加互联，澎湃 OS 的小爱记忆。但是最基础的流畅度上啊，一加的 Color OS 动画明显的会更丝滑。iQOO 呢虽然快，但是太硬了。这个红米，你看吧，没2秒它又这样了。那在其他的配置上呢 ，iQOO 有超声波指纹，但是防尘防水的等级只有 IP54。所以最后咱们来总结一下，一加 S5 竞速版搭载天玑9400E，带来强于骁龙8 Gen 3的性能输出。如果你想要一款游戏手机，它就会有更稳定的输出、更轻的机身，还有不错的续航能力。那它在这个价位段其实是非常合适的选择。但是有一个槽点，就是它这个后盖背板的手感上啊有点奇怪。如果你对这个精致度有要求的话，那可以线下感受一下。iQOO Neo10作为上代旗舰骁龙8 Gen 3的出战选手呢，整体表现没有问题，同为骁龙还是宝刀未老，比骁龙8 S Gen 4更强。大存储、快充和超声波指纹可以在日常提供不错的使用感受，但是如果你对屏幕和续航有要求的话，那可能就不太合适。最后是骁龙8 S Gen 4的红米 Turbo 4 Pro 啊，只能说狂暴模式永远都是咱们玩家在狂暴。或者说，如果你不玩游戏的话，它的金属中框加上玻璃背板，虽然手感沉了点，但是质感不错。还有 IP68 防尘防水和1800尼特的全局亮度，7550毫安时大电池，那会更适合有大量户外使用需求的用户。但是如果比性能的话，那就真的算了。好了，那本次的2000档新老芯片之争，我可能还是会选这个新款的次旗舰。但凡有正常的游戏优化，是吧？应该它的上限都还是会更高一点，你觉得呢？那这3款手机你有心仪的选择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